国庆聚会、饭局上最尬的是什么？不是没人敬酒，而是你花大价钱精挑细选背过去那瓶酒，倒上之后，满桌子亲朋好友，没人喝第二口。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很多时候家庭聚会上越是贵的酒，反而越容易把天聊死。今天我就给你个避坑清单，8条，记住了，保证你这个国庆花小钱办大事儿，里子面子全都有。第一，别一上来就直奔名庄大牌，觉得有面子，千万别。亲朋好友聚会，核心是热闹开心，不是品酒会。你花大几百整一瓶满是丹宁的名庄酒，结果一桌子成年朋友没几个喝得懂，钱白花，气氛还尴尬。听我的，选果味足，丹宁柔顺的，智利、澳洲的希拉、梅洛，几十块钱闭眼入，绝对是满桌宾客都点赞的气氛组担当。第二，别买那种巨大木盒而皮箱的礼盒酒，纯的智商税。咱要的是酒好喝，不是盒子好看。那些过度包装的，成本全在盒子上，里面的酒质嘛，呵呵，最后盒子占地方，扔了又可惜。记住，好酒不需要过度包装，就选光瓶的，把钱花在酒本身。实在要送礼，整2瓶品质好的，用个简单的礼袋就足够了。第三，别只买干红，觉得这才是正宗葡萄酒，大错特错。同桌的长辈、女士或者刚接触葡萄酒的朋友，很多喝不惯干红的酸涩，你不能把自己的口味强加给所有人啊，兄弟，一定要红白甜搭配着来。1瓶果味型干红给同号，1瓶长相思配凉菜海鲜，再来1瓶小甜水莫斯卡托给偏爱甜美口感的宾客，这才是滴水不漏的专业安排。第四，别光盯着酒精度高低，我不是说14度、15度的酒不好，毕竟高酒精说明酿酒的葡萄成熟的好，关键是啥？是酒精的平衡感。你有没有喝过那种酒，明明度数不高，但一入口，一股酒精的烧灼感直冲嗓子眼儿，完全盖住了果香味儿。这就是酒精没藏好，没跟酒体融合。这种酒自己小酌一杯还行，但拿到聚会饭局上，它就是续杯终结者。大家喝一口就觉得顶，没人想到第2杯。咱要的是那种酒精感藏得很好，喝起来圆润顺口，能让亲朋好友不知不觉一杯接一杯的酒，这才是成功的聚会用酒。所以与其死磕酒精度数字，不如记住这个标准，选喝起来感觉不到酒精辛辣感的酒，这比看酒标上的数字重要100倍。第五，别抱着1瓶酒从头喝到尾，太外行了。一桌子菜，天南地北啥口味都有，用1瓶浓郁的红酒去配清蒸鱼，那简直是灾难，鱼的鲜和酒的香全毁了。不想研究复杂的餐酒搭配，那就记住最不会出错的土办法，红肉配红酒，白肉海鲜配白酒。要是连这都嫌麻烦，想彻底解放大脑，那就整1支桃红或者起泡酒，它就是饭桌上的万能钥匙，配啥菜都8、9不离10，百搭。第六，别随便拿个水杯、茶杯就开喝，那体验感直接降为0，杯子会直接影响香气的凝聚和入口的感受。用错杯子，再好的酒也喝不出那味儿，糟蹋东西。不用买多贵的，超市里几十块钱一套的郁金香型高脚杯就够用，红白通用，这钱必须花。第七，冰镇不等于往酒里加冰块，我求你了，别这样，加冰块会稀释酒体，瞬间破坏掉1瓶酒的结构和风味，神仙都救不回来。所有白葡萄酒、甜酒、桃红和起泡酒，喝之前放冰箱冷藏2小时，干红如果室温太高，也稍微冰一下，15到18度喝是真的香。第八，别只想着酒，忘了那些不便饮酒的朋友，这样考虑太不周全了。一桌人里总有要开车或者因故不能饮酒的亲友，不能把人家晾着，准备点高品质的无醇起泡酒或者风味独特的葡萄汁，大家一起举杯，都有参与感，这顿饭才叫圆满。行了，今天提到的这几款能帮大家省心的酒，无论是那支百搭的红酒，还是红白甜的万能组合，包括那个给开车朋友准备的无醇起泡，我都给你们整理好了，就在我主页橱窗。老规矩，家庭聚会用什么酒你可以不喝，但你不能不知道